今天全国人大会议第2场记者会聚焦经济，5位部长或部长级经济高官受邀出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那么您对此有哪些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既然是经济主题的记者会，就必然要强调自昨天起全球刷屏的这样一个数值。今年中国 GDP 预计5%左右的增长目标。那么今天《纽约时报》刊出的长篇分析就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 ：Everyone agrees the target is ambitious， 所有人都认同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雄心勃勃。当然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绝非易事。李强总理呢，昨天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回避，今年仍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今天这5位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高官，他们呢都是国务院相关经济主管部门的主要的负责人。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他们都高度自信，就应对问题挑战呢也都是成竹于胸。今天记者会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美国 CNBC 电视台的记者，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回答中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形与势。那么他在答问的最后那几句话呢，集中展现了中国经济相关管理部门主官的精气神，也是对这一场记者会的最精要的主题总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努力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底气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长期向好，高质量的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的目标任务。那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新任证监会主席吴清可以说备受关注。他呢也表示自己履新还没有满月。那么吴清就强调，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监会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下一步监管工作将会重点突出2个字，一个字呢是强，一个是严。那么对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纠正市场失灵，该出手时呢就果断出手。那么证券市场做强，监管从严的重大的政策信号，可以说吴清是对外充分释放。必须要指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走势，据中国构建金融强国的顶层设计，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中央决策部署，乃至亿万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实际上是存有落差的。这样一种发展落差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乃至全球其他经济大国，尤其是呢周边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实际表现，也是相当不匹配的。因此，中国亿万投资者对于这位履新没有满月的新任证监会主席有更大的期待，对于中国证券资本市场今年的实际表现也有更大的期待。新质生产力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两会的一个高频关键词，那这又传递出何种信号？确实新质生产力这个由中国最高领导人率先倡导，并且在多个场合反复论述、深入阐释的新概念，正在成为中国推动经济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点发力方向，也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一个热门的新的经济语汇。我注意到，包括英国路透社、美国彭博社以及香港南华早报等境外的英文媒体，都将新质生产力译作为 New Productive Forces， 音译呢有趋同的势头。比如昨天彭博社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江苏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就以此作为标题 ：He wants new productive forces to fit local conditions。习近平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但是呢，我个人对这样一个音译是有保留意见的。新则新译，但是呢，质这个提法并没有在 New Productive Forces 中呢得到体现。那么新质生产力它到底何指呢？就新质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特别指出，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这3高特征。它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呢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大计，总书记可以说是亲自谋划、部署、推动。那么这也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极具新动能的关键的一招。昨天，总书记在江苏团再度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政府的10项工作任务，首务就是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昨天在江苏谈审议报告时，总书记就特别告诫警醒，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那么这是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政府工作任务，并且呢就正确处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提出明确的具体的顶层的要求，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也因此啊，中国循着既定的路线图，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大计。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与精彩实践，也必然将会丰富外界对于这一新概念、新发展理念的理解和认知。相信啊，用不了多久，新质生产力就会出现更加精准也更加传神的对应的音译。中国今年 GDP 5%左右的增长目标，这一数字全球刷屏，不少外媒也在议论对中美关系的意涵与影响。您对此如何看？我认为对这个议题讨论很自然，也很有必要。这也正是两会时间外部影响与意义的投射延伸。两会时间关乎所有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因为呢，事关中国人向往的美好生活在这一年的打开方式，是真正意义的家国联动。但是呢，很大程度上，两会时间也是世界的。毕竟啊，作为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作为过去10多年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的贡献者，那么中国的体量与规模就摆在那里。昨天啊，我也曾经在节目中分析，5%左右的增长目标如期实现，这就意味着中国在2024年将会实现超过6.3万亿元人民币的增长。它的增量规模超过全球第20大经济体瑞士2022年的 GDP 数字。那么这就是数值背后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发展机遇。所以美国 CNN 电视台才会在昨天的节目中这样强调，说全球很多国家首都的决策者、投资者与企业主，他们呢都在对此密切关注。CNN 就特别提醒，尤其啊今年时逢美国的大选年，全世界前2大经济体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承压紧张。所以这也难怪美国彭博社今天要在网站的显著位置讨论这样一个话题 ：What China's 2024 policy goals mean for ties with the U.S.？ 中国2024年的政策目标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呢？这家美媒列举的几个影响投射到的领域，包括科技与经贸、外资准入、台海议题、军费投入与经济基本面等等。彭博社就引述经济分析师佩塞尔称说，如果美企或者是个人要投资中国，那么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一个：中国消费是否正在反弹？那我倒是呢愿意在这里援引执行文最新专访的观点，这呢实际上也来自他的一位同胞，华南美国商会的会长塞亚丁。这位会长就宣称，76%的受访美国企业今年呢都将会追加在华的投资。但是呢，外界也在普遍预期，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可能会持续的收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甚至抛出所谓北京有能力让几百万辆行驶中的新能源车停运的这种不靠谱的奇谈，以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在回呛。照这样一个逻辑，那么中国更应该担心过亿部的苹果手机会突然黑屏。我想这实际上也在预示着，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中美博弈今年呢将会延续，不排除会进一步的极化升级。当然了，就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今年的可能走向与中方的看法主张，最权威的声音一定来自中国外长。所以啊，明天上午的外长记者会一定是全球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当王毅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全世界都会用心倾听。